我对泰国的热爱和我学泰语的初衷，可能跟大部分的人不太一样。很多人是为了追星，喜欢泰剧，一头栽进泰语的世界，而我是幻想着某天能道地的用泰语，流利的和泰国当地人交流，融入当地，体验各种不一样的生活点滴。虽然我看过的泰剧不算多，但偶尔也会看上几部。我发现在那些电影和剧集的镜头里，常常能瞥见和 Central Road 或 Propong 这种光鲜亮丽的百货区截然不同的风景。那是曼谷华人老社区的日常，满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。戏剧就像一扇窗，让我得以窥见曼谷当地人真实的生活样貌，也让我对泰国的印象不再只是停留在最初只有鬼片那样片面的认识。对观光客来说，想一探这些老社区的风采，除了直奔耀华丽路的中国城，另一个近年来人气窜升的景点就是 Dalla Noi Street Art。 这部影片就让我化身你们的在地向导，带大家钻进这个迷人的小社区，探索这个充满故事的老城区 Dalla Noi Street Art。这天一样是很慢步调的睡到快中午，等我慢吞吞晃到网红餐厅朱拉50巷厨房时，早就过了午餐尖峰。我搭乘 BTS 到阿索站换 MRT， 影片这边带大家快速走一遍路线，怎么快速从 BTS 的阿索到 MRT 的苏古比，这个换乘的路线是最快的。之前住曼谷的朋友跟我说怎么快速换乘，走到 MRT 以后就一直记在脑海中。坐到Samyang站下车，一出站我在Samyang Midtown这里小小迷失了方向，索性随意乱逛起来。这边插播一下，如果你们想吃火山排骨，又不追求乔德夜市那个有名拍照好看但价钱很贵的火山排骨，这栋百货楼上藏着一家泰国在地人才会光顾的火山排骨哦。之前问曼谷朋友，他觉得夜市那个很贵，太坑观光客，力推我来这里。虽然我不爱排骨，后来还是有带想要解锁吃吃看火山排骨的朋友来这边。那时候我们找了一下都没找到，因为它不像夜市的火山排骨那样堆得像座山，视觉效果惊人，而是朴实无华的家常模样。还好我火眼金睛看到有泰国人手里端着托盘，上面那锅热气腾腾的，不就是我们寻寻觅觅的火山排骨吗？我立刻循着他走来的方向反推，这才在美食街其中一家发现了他，赶紧传讯息跟朋友说在哪边。如果你有来逛这间百货想吃的话，大家可以在楼上的美食街找找哦。逛着逛着走到了一个蛮酷的人通道，其实抵达的时候我就不抱太大期待，加上我对海鲜喜爱向来不大，没点招牌的咖喱蟹肉盖饭，而是点了港式炒面，结果不是那么好吃。脆皮五花肉就跟大部分吃起来一般的一样，
皮蛮硬的。意外的惊喜是这道爆浆金沙芋泥饺，一口咬下，绵密金沙芋泥的咸甜香味在嘴里融合，这个我觉得很好吃。难怪我排队等候时就看到好几个人提着好几盒外带。如果问我推不推这间店，我是觉得有来这区可以吃吃看，特别是甜点，蛮对我胃口的。填饱肚子后，我盘算着先到达拉诺社区，再悠闲地找共享单车，于是叫了 Grab， 车子晃呀晃地穿梭在朱拉隆功大学的校园里。想跟大家聊聊我现阶段用轿车 App 的感受。几年前 Bolt 还是我的轿车首选，但这一年用下来，感觉 Bolt 当初的价格优势渐渐消失了，而且常常等到天荒地老都叫不到车。以摩托计程车来说， Grab 反而时常更划算。如果是汽车， Grab 几乎不用等太久就能配对成功， Bolt 光是等配对司机接单，时间就浪费一大半。其他主打便宜的轿车 App 也常有这种便宜却叫不到车的窘境，从来没成功叫到。要等太久等司机接单，所以往往都宁愿加一点钱用 Grab。现阶段我还是比较推荐用 Grab。抵达达拉诺之后，我才开始用共享脚踏车 App 找租车点，才发现最近的共享单车租借点离我太远，只能果断放弃，用双脚探索这个老城区。我的主要目标是逛完这里再去河岸咖啡厅放松休息，所以就先在这个社区里随心所欲的乱走乱逛。这边游客不算多，当我好奇的走访巷弄，拿起相机捕捉光影时，总能感觉到当地居民好奇的目光，偶尔还会收到他们亲切的笑容和泰语的水骂，让我觉得逛得很开心。我觉得是大部分游客都会在这边驻足拍照的，特别是它的涂鸦蛮吸引人的目光。我后来才发现是我寻寻觅觅某一本书画家作者所画的。走着走着，我来到昭皮耶河畔，不得不说泰国的河岸景观跟台湾差很多，这里几乎看不到高耸的河堤，跨年要看烟火全部被建筑物挡住视线，这让时常在台北河堤散步的我忍不住思考，如果清迈也有这样的河堤设计，是否2024年底雨季的尾声就不会沿着河岸大淹水？当时淹得还蛮严重的。
这个老社区除了靠双脚漫步，也能参加脚踏车导览团深入体验。我闲晃时就巧遇一位导游骑着单车，领着一群游客穿梭巷弄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会把报名链接放在下方资讯栏。逛完以后，来到这间念起来很像什么宫庙的咖啡，泰语念烘仙宫。Yeah, คนเดียว Please order further now before going inside. Okay. Order. Order at the counter. Okay. เดินลูกค้าที่เดียวนะ 如果不是事先在 Google Map 上看到它的街景图，你很难想象这间店的空间一路延伸直通河岸。这家店也是我在地图上随意乱点，意外挖掘到的咖啡厅。我来的这天虽然游客不多，但翻桌率挺快的，一下子就等到沿岸的位置。但坐沿岸要小心，行经的船会激起水花打上桌面。餐饮要记得远离河岸一点。Every minute slipping by, even when I close my eyes, ruthless I know. You might even wonder why I go MIA sometimes. I can't deny. Try to hold on
听起来超想去一个在行程内的夜市。原本是排搭捷运去，但想说既然靠近河了，找找看附近码头，还真有一个。穿过一个建筑，然后就会到码头。刚刚要走过来的时候，还很不确定，还问那个警卫。可以看到码头了，然后斜对面那边应该就是 Icon Siam。感觉这边看烟火还蛮不错的。码头边贴有时刻表，乍看之下我是看不懂的，所以就先用 Google Map 看地图，找哪一个港口最接近我要去的地方。站务员在听到我要去的地点后，直接跟我说要坐哪一台，还告诉我大概多久才会到。这边，然后要坐到这里，应该其他的颜色都可以，但是刚刚那个人跟我说要坐白色。时间还蛮够的，就去等船的2楼瞭望底下一艘艘经过的船只。平常不知道能不能进来，如果看烟火，这里有最好的视野。看到我要搭的船来了，我立刻拔腿冲下楼梯。上船以后再付钱就可以，建议先自备好零钱，还有买好的票记得要收好，途中会检查哦。我的习惯是拿到各种交通纸本票都会马上拍照记录，就怕自己有时候匆忙之下忘记塞到哪。幸运搭船时间很好，遇到了最棒的时段，天刚转黑还不会太暗，看到了郑王庙刚点灯，搭着船从郑王庙脚下缓缓驶过。我隔天还有跟朋友到郑王庙对面的餐酒馆喝酒聊天看日落。
时候还有遇到一群和尚登船。晚餐是吃近年很有名的 Buffet Cooper 的另一个餐厅品牌，是吃定时的和牛船面。食量不大的我吃 Buffet 基本都是在赔钱。在朋友跟我说他们有专卖面的店时，抱着好奇就来吃了。一开始抵达时还找了一下，傻傻的跑到3楼去排 Buffet， 结果排队动线的店员听不懂英文，一直到排到柜台人员才跟我说要吃和牛船面要到1楼。用餐环境与服务都很好，客人不多。点了一套 A5 的 set， 套餐送来时当下有点小后悔，因为看到浓汤加我爱吃的 croissant， 怕光喝汤跟吃面包就会有一点饱了，怕吃不完浪费。最后吃下来分量其实刚刚好，吃完不会饱到走路很痛苦的程度。整体来说面量不多，但我一直觉得泰国的船面就是这样，其实面量都不多，而和牛则不用多说，肉质鲜嫩好吃，整碗吃下来非常满足。吃饱喝足，我又叫了 Grab 前往今天最后一站Chang Choi Creative Park， 影片后面就简称它为飞机夜市吧。这天是礼拜一，又是下过雨之后来的，所以人潮稀稀落落，许多店家和摊贩似乎也选择了休息，所以略显冷清。尽管如此，我反而很享受这份雨后的宁静。飞机夜市里面有一区有一点淡淡的日本风，厕所给人一种魔幻感，外头还有人表演音乐。夜市里呢，还有一区有一个像仓库的建筑，里面有一些摊贩卖着二手的东西。喜欢逛二手屋瓦堡的话，这边应该很好逛。我因为前几天在桥头桥买了一些二手的东西，就没有想要买什么，所以就快速的逛过了。或许是雨后微凉湿润的空气，为整个夜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望起来特别舒服惬意。以后有机会我应该会再挑个好天气，周末来这个飞机夜市逛逛，感受一下不同的氛围。